这里的风光真不错。嗯，但不及大城的繁华。怎么？你是不是好几个月都没有回去了？是不是也该回去看看了？你这是又在赶我？不是，我。你在做什么？你是什么时候过来的？你要救他们？你忘了他们怎么对你的吗？我不是救他们，我是担心你。担心什么7月结冰，还冻了2个人在这儿，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。我还听说这镇上有个富商请了个很厉害的老天师来除妖。你怕我被他所伤？宋公子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，弄成这样也不是故意的，但毕竟引起了恐慌。再说，你一个读书人，就算学了些仙术，应该也不是很厉害吧？更何况，那个老天师他可不是一般人。我说的是真的，关大娘说他都已经200多岁了，修习仙术也已经超过200年。你和你的授业师傅加起来，估计都还不到200岁吧？那你想怎么做？不如我们一起回老家吧。你不是不想回家吗？我之前是不想，祖母严厉，妹妹也不太喜欢我。可是毕竟都过了这么久了，我也很是惦记爹娘。再说，过这么久了，妹妹应该也变了很多吧？傻子！你还没说好不好呢？不好。我们先不走。可是，让他们走吧。兄弟，大哥，哎呦，仙人呐！仙人饶命啊！仙人饶命！仙人饶命啊！仙人饶命！仙人饶命！饶命！饶命啊！仙人饶命！也不知道宋公子起没起。整日在房里，也不知道在干什么。算了，做饭去。
什么时候来的？你不是找我吗？我没有找你。哦，那我走了。哎，你随我来。衣服我都给你做好了，你试试合不合身？嗯。怎么样，合身吗？嗯。袖子会短吗？这里会不会瘦啊？很好啊。真好看。我说我做的衣服真好看。是很好看。啊，我粥还没煮呢。你要我还饿了？怎么样？好看吗？傻女人，整日将锦绣那贼子挂在嘴边，如今有难，他又会来救你吗？居然没死，还敢回来！知道是本座，还不让开？纪元，怎么回事？锦绣回来了。他没伤到你吧？没有。又让他跑了。鸡仔5文钱一只，老母鸡20文钱一只，生鸡蛋3文钱2只，煮鸡蛋2文钱一只。如果我们直接买鸡仔的话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就这么决定了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听见我说什么了？那你说说，我做什么决定了？什么决定？你看啊，现在鸡蛋越来越贵了，我们每天都要买鸡蛋吃。如果这样花钱的话，太不划算了。哦，那又如何？我们可以自己养鸡啊。
你来。你看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圈一圈篱笆。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闲钱，可以先买一只老母鸡，再买几只小鸡。母鸡可以下蛋，可以吃，可以孵小鸡。等小鸡都长大了，也可以下蛋。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啊？有啊，那我都说什么了？清扫庭院，围建篱笆。总结的对。等以后鸡蛋越来越多，除掉我们自己吃的那一部分，剩下的那一部分还可以用来卖钱。等我们有钱了，我就去买个绣架，可以做罩衫，做鞋面，还有荷包也能换钱的。默默很喜欢现在的生活吗？喜欢。他这一世3劫在身，注定要受苦受难。你这样陪在他身边，要看着他去伤、去痛，甚至去死，你可以吗？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喜欢就养吧。哎，阿莫，我告诉你啊，那码头上那个冰坨子徐海解冻了。是吗？啊，是啊，你说这稀不稀奇？这人冻了这么多天，竟然没死。哼，不过就是疯疯癫癫的。这个人呐，坏事干尽了，他就活该。哎，你说阿莫今天怎么了？啊？谁知道啊？一大早上来就跟捡了钱似的。真的？哎，你看这个好看吗？不怎么好，你再挑挑吧。姑娘，你可真有眼力。来，买个绢花吧。算绢花。姑娘，来看看，戴到头上可秀起来。喜欢。谢谢。哎呀，多漂亮呀！不喜欢。一个吧。看你的眼神，明明就是喜欢。我喜欢鸡蛋、鸡腿、鸡胸脯。我喜欢能吃的。谢谢。干活了！宋公子，你的生辰是几月？2月。我的生辰也快到了。我记得去年祖母就吩咐家里给我煮了一碗长寿面。哎，宋公子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今年呢？今年生辰想要什么礼物？你就给我煮一碗长寿面就好。毕竟我们得攒着钱买鸡仔呢。小白，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，这里不是你的窝，这外面这么大的院子都不够你玩啊！你快出来！小白，小白，你出来！小白，好了，起来吧，地上凉。可是他……小白，他可真听你话。你脾气好，他向来不怕你。向来？今儿阳光不错。我待会儿准备把被褥都抱出来晒晒。把花也拿出来晒一晒。什么花？你屋里那盆。哦，它应该不用晒太阳的吧？哪有植物不需要晒太阳的？可是修大哥没说他要晒太阳哦。他像个懂花之人吗？
我这就去抱。你不看书，看我干嘛呀？这书不好看。那就再换一本吧。你这儿都是医书，也没什么我能看的。那你回去早点休息吧。还不困？你之后是想做大夫吗？做大夫很好啊，又能糊口，又能帮别人。若是发生了什么事，不能完成心愿呢？你的意思是，不喜欢我做大夫？不喜欢女子出去抛头露面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世事无常，很多事都难以预料，总会有一些意外突然出现，打乱计划。就像之前一样，皇帝的儿子生病，却突然要我的命，让我不得不离开家。这么倒霉的事，也不会再发生一次了吧？宋公子，你以后想做什么？做大官、将军，还是勤奋修习，做一个斩妖除魔的天师啊？我只想陪在你身边。默默，岁月漫长，也许有一天，你会觉得难过、不公，会愤怒、怨恨，但你要记住，不要被愤怒吞噬，不要堕入迷障，不要在失去理智的时候，做出让自己悔恨的决定。不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人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，用性命保护你。宋公子，你继续看书吧，我困了，先去睡了。这是我的房间，你的。是你自己回来的。我。我会保护你，不要怕。
你就是被神尊封印的魔头。叫我魔君。为何换我？本君换你？不是你的心在换本君吗？是你的心在换本君啊！区区摄魂之术，也敢拿出来贻笑大方？本君不想取你性命，不然，你以为你还能站在这儿吗？袁同将军，从天宫的4大战将沦为幽都山镇守天将，滋味如何呀？不劳你费心。你是袁征的妹妹，与本君也算有一段渊源。你来了幽都山，本君自然要照拂一二。天宫不容你追随本君如何呀？丧家之犬，被封印于此不见天日，居然有胆量蛊惑一名天族战将追随你。天族战将？哼！你被发配此地，已然是被天族抛弃，还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天将吗？杀了你，立下大功，我依然可以回天宫。9臣都杀不了本君，就凭你？若不是当年一时大意，被9臣那贼子偷袭，不许你提神尊的名讳！哼！袁同，本君劝你不要再执迷不悟，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的，你会跪在本君面前哭着哀求，本君等着你。都要去吧。来来来，快给我倒杯水，嗓子快冒烟了。大娘，你去哪儿了？来来来，快给我喝。我去请神去了。啊？最近镇上不是不太平吗？先是有妖兽，后来码头上又闹了怪事，大家都在说镇上有不干净的东西。对了。今天是土地公的生辰，我去了趟土地庙，刚好请了2张神像，这张是给你的。大娘，我就不要了。怎么能不要呢？神道家是保佑你的，既然请回来了，你就得收下啊，收着。彭仙友真是许久没有来我司命殿了。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你近来还好吧？哎，莫非你心里有什么事？怎么唉声叹气的？一言难尽呐。哦，一言难尽就多说几句嘛。你又没什么急事可做。哎呀，你胆子太大了！哎呀，我能怎么办？这桑南新君一世情节，已度了5万年了。这好不容易有了劫难将至的征兆，我身为司命殿的掌事新君，难道置之不理，让他再在凡间蹉跎岁月？哎呀，那个上神是什么心性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万一桑南星君回到天宫纠缠此事，你可该如何收场啊？所以我才担心嘛。哎，你不是在凡间撕一方土地，怎么今日这么有空来我司命殿啊？哦，我司职的那个地方是风调雨顺，百姓虔诚淳朴，并无什么俗物，所以啊，真令人羡慕啊！啊，也不知道我是否先前跟瘟神走得近了，啊，总是霉运缠身，最近才算是时来运转了。
来，怎么了？不知道，我怎么突然觉得很冷啊？冷？你我已然得道成仙，这寒暑不侵呐，如何会感觉到冷呢？是啊。哎，吃饭了。这个是……这个是关大娘从土地庙请来的神像，她说能消灾保平安的。给我。关大娘说，这里的土地很灵，只要早晚一炷香，虔诚许愿，她就会保佑我们的。到你了。你呀，哎，多想无益，做都做了，只能静候结果了。也许桑南星君回到天宫之后，凡间的种种都已放下，哎，那不是皆大欢喜吗？难。啊？你说他在凡间蹉跎了5万年都未成功渡劫，这如今只见了2面，倒有了渡劫的征兆，可见是个情根深重的。等他回来，你说这哪是他的劫难，这分明就是我的劫难嘛！彭仙友，你怎么了？哎，这定是我没粘好。今天啊，一定不是什么好日子，不用粘了。哦，吃饭。好。大人，神医不在这儿，小的看这里怕是许久没有住过人了，可要小的去上街打探一番。算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三杯两盏，树影上心头，泪清风上头。三言两语将时光倒流，一瞬间看透。一场欢喜一场空，可念不可求，满心无人懂。爱不知可否，忘了留恋的时候，最不能回
怎么了？想不到姑娘竟生得如此美貌。莫不是忘了，之前我们已经见过多次。是，只是君子以礼相待，小生一直未敢直视姑娘容貌。姑娘，娘子，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欢娱在今夕，宴晚及良时。努力爱春华，莫忘欢乐时。生当复来归，死当长相思。留恋的时候，最不能回头。扑空的双手，不忍回首，润雨又还手。若情的是情的猜测，人死当时否？一朝不舍，一生难得，为你放弃我。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，欢愉在今夕，宴半及良时。努力爱春华，莫忘欢乐时。生当复来归，死当长相思。哎呀，哦，舒坦多了。仙君体内气海翻腾，内疮不清。哎呀，是被何人所伤？可是误服了丹药，或是与人斗法？没有。那是为何？我须得知道仙君是如何受伤，才知如何医治。你若是闭口不言，我该如何用药啊？那为何受的伤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只是在来这儿之前，我找了司命星君给我掐算了一下，就是享了不该享的福，受了不该受的造化呀！哎呀，一言难尽，一言难尽呐！仙君稍后。哎，听说了吗？桑南星君下凡渡劫回来了。桑南星君是谁呀？你来的晚，不知道。这也是咱们天宫的一桩趣事呢。桑南星君是披香殿的主位星君，是瑶姬夫人的长子。5万年前他下凡渡情劫，可没想到这一劫一渡就是5万年。我们还得去送药，快走吧。走走走。每日2颗，半月即可痊愈。谢谢谢谢。医官可曾见过桑南星君？未曾见过。那位桑南星君下凡历劫，真的用了5万年？那还能有假呀？可这凡人一世不过100年，他以凡人之躯下凡历劫，怎会需5万年之久？这医官就有所不知了。
桑南星君是南方大罗天的桑榆神木，他的身上每一条枝干、每一片树叶，都可以化作他的一个分身，替他到凡间行走。而他的本体呢，多少年来一直躺在披香殿里沉睡。他的分身又可以化作千千万万个他，留在凡间多年了。这样算起来，他可真比长生海的九尘战神还能睡。那也真是可怜。哎，老夫听说云峰上神为了衣冠，拒了玉离仙子的婚事。那衣冠的好事将要来临了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仙君何出此言？对，老夫还有事情，那我就告辞了。仙君慢走。多谢啊！求亲，不错。本座打算正式向青瑶仙子求亲。据属下所知，过去向青瑶衣冠求亲的人那是络绎不绝呀。可是近几万年来都没有人成功过。废话，他们要是成了，还有本座什么事儿啊？再说了，本座和那些人，那能一样吗？上神，我觉得此事应当谨慎一些，毕竟这青瑶衣冠平时对你不假辞色的。也不知道上神你这自信是从哪来的？我说你们这些人除了泼冷水之外，你们还会什么？本座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，是让你们给我出谋划策的，不是来打击我的。怎么样？啊？哦，小仙支持上神。完了。上神与青瑶衣冠，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，理应现在、立刻、马上向青瑶求亲。小仙法眼一番便可得知，这事儿一准能成，指定能成。哎，也不能急于一时，本座慎重考虑过了，此事不宜草率，还需认真仔细谋划一番，要新鲜。震撼，一击即中，得让青瑶永生难忘才行啊！我觉得此事吧，就应该快刀斩乱麻，什么良辰吉日，什么带足6礼，这些都是表面的，没用。不如上神指导药王洞，就问那青瑶衣冠，敢不敢与本座成亲？万一他不愿意呢？这有何难？那就换个女仙。哎，你就打算这么向玉离求亲？什么玉离？此事关玉离何事？小仙不知上神在说什么。唉，求亲这种事儿，上神问他们不问我，真是舍近求远。你？当然啦，我好歹也是个女人啊，这女人的心思，我自然是懂的。那你说说。上神不是要心意吗？不是要难忘吗？求亲这种事儿，诚意最重要。说得对。然后呢，是这求亲的地点。上神需想在哪儿求亲最庄重、最有仪式感，而且最能体现出上神对青瑶衣冠的重视。说得太好了，13，那你快告诉本座，应该在哪儿，当着谁的面，在什么地方，才会显得更加庄重，更加有仪式感呢？这还用问吗，上神？当然是阴灵殿了。阴灵殿？对呀，上神想象，你当年全家都是因为神魔大战而死。你如果在阴灵殿当着全家人的面，当着列祖列宗的面向青瑶衣冠求亲的话，是不是特别庄重，特别有仪式感？而且就算这事儿没成，那日后每当青瑶衣冠路过阴灵殿的时候，定会想起上神，而且还会想起上神的全家呢，是不是特别有纪念意义？13，你出去转转吧。出去转转吧。不是，我这有好多主意没说呢。
干嘛让我出去转转？你的好多主意留给司命求亲的时候用吧。不用，不是，咱俩求亲的时候不用。多虑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有了。